人生没有遗憾。我是草莓，和我2位哥哥第一次跟着父母来到中国福建探亲。在准备明天回乡下探亲，送酒给他喝。我妈妈的祖籍是永春，爸爸的是南安，都是福建人。我外公在2009年过世，那年我13岁，没有机会和外公聊更多。透过这一次探亲，让我感觉距离外公更靠近。现在是2点36分。水也关了啊。先关掉水先。出门啦。你好像 planning 就是每一年过后都要去，是不是？是。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子的 planning 啊？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文化。好开心，跟孩子出门，而且又是回去探亲，太开心了。我大哥在经济舱。我们坐的是 Batik Air， 因为大哥在很后期才决定去，商务舱就变很贵，所以我们还是分开坐。基本上4个小时就抵达了厦门，我们这次7个晚上都住在这里，就不用搬来搬去。酒店在中华城比较繁华的地方，吃东西方便。我们把东西安顿一下，就在楼下随便一间店吃点东西，喝个青岛啤酒就回去酒店了啦。我在准备明天回乡下探亲，送酒给他喝。还有一个很不健康的东西是买条香烟给他抽。带来各大最出名的这个刀沙面，很有心带来，但是他去到这样很可怜。去了。明年要去见他们，你还期待吗？会啦，因为我6年了没有来。我们7点就要出门，酒店的早餐都来不及吃，就打包了一些，准备在火车上吃。我们是从厦门站出发，终点是永春站。2哥在线上已经先买好票，所以我们去到就是时间到进去 gate 就好。这里的 gate 开门都很准时，而且大家都很谨慎，有点像赶飞机，错过了就会很麻烦的感觉。这叫做什么？大菜炒毛豆。我们去的是永春的那一个地方，福建哦，东关。所以外公一个人自己来。对，那时才8岁，到60出岁才第一次回中国。这是刚刚当完兵回来的人。泉州舒服。吃饱饱睡觉好爽快。睡到一半，到了泉州站的时候，突然被叫醒，因为座位需要手动去转方向，这个体验蛮特别的。一下车就开始感觉到冷了，然后这里火车进出站，我们外国人都要用 passport， 好严谨啊！一出站就看到我们自己人了。看到这是地理的，那个地理。地理咯。你地理我看到。我有看到。他。我有看到。你看了。我有啊，水。这位是我的堂舅，但是过程中我一直叫他表舅，因为当时候其实我妈妈也是有点不清楚他是表哥还是堂哥，统称自己人，反正他是亲戚就可以了。小时候我见过他，没想到我长大后他的样子好像没有差别。阿哥讲，我阿哥这个住喺厝啦。哦 ，OK。阿哥住喺厝。中嘅市场，中嘅左公会。从永春车站去到东关镇，大概是15到20公里左右。这边没有那么繁华，就是很多小店，很多电动摩托。马里90路。全部拿哦。马里90路。你进鋪無？好啊。這是我第2個囝，第2個高婆。這是大囝。大呀哈。老姑婆啦。這是我翁婿，這個是查某囝。老姑婆。明年90歲了，他講。哎呦。老姑來做多少？不做咯，不做咯，啊？不做咯。人做啦，做不了是做不了，做是未了，是做不了。走来。愛開心，如果對來，就過去就干翻掉。好食好食。啲年輕好，特工仔去哦，年輕好哦。喺較大個水年輕哦，去擦水果。你啊，一個啊，一個你來給你。这个柿子很甜，这粒柑反而是有点酸，我都怀疑我们每次过年买的永春柑是不是来自永春的哦。大哥。现在去着我外公的家。
就这样很突然的去了他的家。这是我堂舅的二嫂，她一直讲要泡茶给我们，完美体验了中国人的待客之道，够热情。去外公家的路上，我们就是看看人家养的鸡呀、鸭啊，各种农作物，在这里才有机会这样慢慢步行，享受城市看不到的风景。Hello， 有人应你吗？没有。这里走进去就是外公的家。外公8岁前都住在这里，他们讲这种房屋格局叫做四合院，其中一户是我外公以前住的，现在剩下外公的弟媳住在里面。无一拍呢无俩，这拍较袂，这拍叫人安尼去的。哎，菜哦，大去食面线，无食无水啊，吓。哦，还有我怎么可在做烤样去啊？要糖羹，要林心糖哦。我头前甲食林心糖。现在食泡阿莲去。放出来，在哪看呢？啊，死死腰甲3切口是虾米？在刚才多做物件去俩。有照顾哦，政府哦，有政府照顾诶，有哦500诶。其中一个单位没有人住，就被人家拿去养鸡了。那时候外公他是跟着谁来到马来西亚？跟着另外一个堂叔啊过去的，过去之后是住在我爷爷那边。他的叔叔。他的叔叔，外公的叔叔。就他的堂叔啊。可是去到马来西亚，他可以做什么？他马来西亚就是去我爷爷那边哦，我爷爷那边是小时候我也不懂，我也不知道，都是去干什么不知道啊，干什么不知道。但是以前没有这些所谓的 passport 啊那种，就可能去到那边那时候做就做。战争灾难，大家都能跑都跑。阮老爸都来这个徛呀。啊，无你那边安全治安无人管了啦，感觉家己人负责家家对对。安哦。你逐工金喙齿哪里有意？那摆文专历史家讲嘅，你金喙齿啊，他们不懂得差几岁。他们忘记了。对他差4、5岁。你干啥啦？这个小河呢，是以前我的爸爸坐小船去到泉州，然后才去南洋马来西亚。这个是我自己人讲的，立了做喝的水。啊，这个水啊？哦，来喝的啊！你不要看它水这样啊，它是喝的水。啊，那你看它肮脏，它到了那边又沥过的。很有历史性哦。连那个金门过去讲这条。哇，金门也是喝这条河流的水，泉州也是喝这条流的河水。我在想，外公在第一次回中国的时候，看到自己漂泊过去的河流，他看到曾经那住过8年的房子，只透过书信来往的妹妹，到底是什么感觉？和他记忆中的样子是一样的吗？啊，最近无去借钱啊，家己来。来，做给我，快去来紧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我一样啦。好不容咯，把那个烤还是包那变成太咯。我个3号唔同嘅。不早错点无啦，那较早时代，我记忆中的外公是慈祥的，四海皆朋友。我妈妈讲外公年轻的时候很凶，外公在马来西亚以经营杂货店为生，管理杂货店非常忙碌，所以脾气暴躁，打骂孩子特别凶。但是小时候的我很难想象外公很凶的样子。外公会和我走路去茶室吃早餐，教我把热梅洛倒在盘子上面喝，傍晚带我去妈妈喝茶，晚上我会学外公用筷子跟碗吃饭。这些记忆中的生活碎片总是让我想起外公。这个2嫂对吧？做咧就不一定都一个贵州人的，啊你讲做咧不。今天是还没安排到祭祖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就去管理马给。堂舅讲很靠近，600米左右，走路是可以到。
沿途中我们就买一些拜观音妈的东西。一看到麻烙，大家都有反应，永春特产啊！麻花，要水果啊？还格子啊？啊，格子的都矮了啊。我记得微信有钱不能用哎。政府医院的 ambulance。我看到我爱吃的番薯叶就忍不住想聊。人无食的，人家无床。哦，人食的无长，这个是给鸭食的。糖就是讲600米，但是我们严重怀疑有1.5公里，走到我父母都要不能顶啊。他和老李金倒是还脸不红气不喘，他们对那个距离的 sense 应该是坏掉了。对，路会路啊。对。不是开，8几开的。走10分钟。到了。我没家里就有，也没有跟你公司要买，而且你吃了吗？要公司。客人来吼，就爱直接款，直接好直接苹果米。中国一个风俗，如果有客人亲戚来到他们家，他们一定要煮这碗给你吃。这个东西呢，外公最喜欢，所以每次他的太太，你要叫他，我都不要叫他认真来做。他就会一定要煮啊。咁啊，我你先哦。我先哦。好啦。我邊度人行咯，我俾你行咯。OK，我行。好。明天我们会再来祭祖，第1天的行程就到这边。肥皂，我们长醉肥皂。长醉。叫刷盤啊，刷盤啊，香刷盤。叫沙盤啊？分幾多個嘢？香刷盤。香沙盤，它都一個香，它不叫沙盤，它叫香沙盤。香刷盤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分享和订阅，打开小铃铛。下一集再见。